2024年新手角色推荐。不知不觉时间的话已经来到了2024年了，然后第5人格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对于新手玩家来说，可能在角色选择上会有些犯难，所以这期视频的话给新手玩家推荐几个上手难度低且有一定强度的角色。首先游戏内的话分为2大阵营，一个是求生者，另一个的话是监管者。相比势单力薄的监管者而言，求生者在对局中一个压力会小很多，所以建议新人的话从求生者阵营开始玩。然后求生者阵营这边的话一共有4种类型的一个角色定位，分别是修机位、牵制位、辅助位以及救援位。这边建议新手玩家的话先从修机位这块开始打好基本功，而其中比较推荐角色呢是力士。玩家点击手厨地图可以确定监管者的方位，如果你不想溜监管者的话，这个在开局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避免与监管者撞脸。另外地图在开启状态下呢还可以透视附近3台密码机的位置，这个对于刚玩游戏不熟悉密码机分布的新人来说是极其友好的。然后在熟悉密码机分布之后呢，也方便后续使用其他角色时也能快速找到密码机进行破译。除此之外呢，力士还有不会被震慑的特质良心是铁，自带的庄严老友特质呢，也可以在持刀的时候比其他求生者拉开更远的身位。然后下一个角色的话是囚徒，这个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交互羸弱，自带的强电流呢，也可以在牵制监管者时有一定的自保能力。其实囚徒的话可以通过连接线路连接场上2台密码机，不过在连线之前的话需要注意观察自身位置，并不是说开局就可以直接连线。因为有些出生点的话是比较招监管者的。然后关于出生点，除了排位的区域自选可以自由选择出生点之外呢，其他情况下的对局都是几组固定出生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制定一个地图信息来了解每张地图的出生点位置。当然这些的话并不需要大家死记硬背啊，新手玩家的话可以在每次对局之后呢对照下位置来加深记忆。然后就是囚徒在破译被连接密码机时会有额外的5%的修机加成，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可以通过调节传输然后给连接另一台密码机传电。不过新手囚的话需要注意一点，开局连接密码机如果没人在修的话最好不要传电，因为传电的话会有损耗。然后就是牵制位这边，新手玩家的话可以选择玩魔术师，这个角色的话开局自带3根魔术棒，使用之后呢会有短暂的移速加成，并且自身的话会暂时隐身2秒，此外还会在原地制造一个分身，适合在监管者靠近时使用，或者在一些点位通过分身卡监管者走位。其次魔术师自身上瘾被救下时也可以触发短暂隐身效果，自保能力的话还是比较出色的。然后下一个推荐角色的话是园丁，它的优点是开局自带一个持续50秒的护盾，很适合有招监管者体质玩家，此外自身上瘾时能比普通求生者做得久，搭配天赋假寐的话可以为队友争取更多的一个休息时间。至于手厨工具箱的话，需要熟练掌握该角色之后呢搭配开黑的队友打出配合，所以新手玩家的话最好不要拿它开局踩椅子，因为很会耽误整局一个修机速度，容易导致密码机进度跟不上。然后下一个角色推荐的话是舞女，这个角色的话有减速盒以及加速盒，新手的话只需要用到减速盒即可。通常开局修机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在旁边就近的板子或者地形放置一个减速盒。另外蓄力情况下放置的话，可以扩大8音盒的影响范围。当有心跳的时候呢，就跟监管者在8音盒去绕障碍物。如果8音盒的话是放置在板子中间的话，那监管者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将板子放下来。当看到监管者踩8音盒的时候呢，就拉到下一个点位继续放置减速8音盒。基本上当8音盒用完之后呢，牵制时间也差不多足够了。不过相对来说，舞女的话会比较惧怕一些无视地形的监管者，比如说像邦邦、红蝶这种。最后还有就是2个比较推荐的角色，一个的话是杂技演员，另一个的话是咒术师。不过这2个的话稍微需要点操作，像咒术师用不好的话很容易解除监管者的插刀，因为前期白板需要点基本功。大家的话可以等牵制能力起来之后呢再练习这个角色。至于杂技演员的话需要记一些爆弹的使用点位，这个已经有很多博主做过整理了，感兴趣小伙伴们也可以去学习。然后就是辅助位这边，推荐新手玩家的话前期玩心理学家，这个角色的话自带一层印记，大家的话可以简单理解成储备血量，当自身受伤时会自动用这部分血量回血。通常开局招监管者的情况下，一般能扛3刀才会倒地。如果前期因为过快秒倒，只要还有储备血量，救下来之后呢还可以扛刀牵制一段时间。另外不招监管者时也可以通过吹哨子给队友或者救援位回血，因为没有距离限制，所以有不错一个远程辅助能力。然后进阶角色的话是祭司，可以利用手厨打洞，这个对于新手来说还是稍微需要点操作的，不然的话很容易打成261。另外跟杂技演一样，像地下室这种特殊救援点位的话也可以学习一下。
最后是救援位这边，其实个人的话不太推荐新手玩家玩救援位这个位置啊，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很需要意识，比如说卡阿明、卡血线、防双倒等操作。也正因为其重要性，所以一旦救援出现问题，也很容易成为队伍的众矢之的。如果非要推荐几个角色的话，个人比较推荐新手玩家玩守墓人和大副，这两个的话都有不错一个牵制能力。像守墓人的话，可以利用铲子遁地，遁地之后呢，直接无脑拉点就可以了。如果遁地期间监管者打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插刀间隙拉点。如果不打我们的话，也可以拖出足够多的时间。救人的时候呢，也可以防拦截，相对安全的靠近椅子。就算开局前期被监管者骗道具交铲子了，等监管者走后出土的话，还可以保留一点铲子。然后是大副这边和守墓人一样，交怀表后无脑拉点即可。不过需要注意点就是，交怀表时会有一个圈，只有监管者在圈内才会被催眠。而催眠状态下的监管者只能看到大副1-2秒前的残影，是看不到大副真实位置的。然后每次怀表的话可以摇3下，第一下的作用范围是最大的，随后2下的话范围会慢慢缩小。当然能催眠到监管者最好，但是万一如果没有催眠到的话，在技能期间也可以有10%的一个仪式加成拉下身位。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副还有铁屁股，有着全求生者座椅最久的特质，即便倒地上瘾的话也可以坐很久，能够给队友拖很长一个休息时间。说完角色推荐之后呢，我这里给新人推荐2套天赋，一个的话是给救援位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给其他位置的。这2个天赋点的话基本适用大多数角色，大家照着点就可以了。最后的话就是对于基本功不扎实的玩家，建议大家最好先看一下官方的一个新手攻略啊，也就是右下角书本打开之后呢，再点开那个旧文心意，这边会有官方给新手玩家准备的攻略。此外点开部分角色档案页面，右上角的这边的话也会有相应的一个技能介绍视频。最后就是角色一个获取途径，新手玩家的话完成签到以及教学副本之后呢，可以有2次6选1的机会。这里的话个人比较推荐佣兵、囚徒以及杰克。然后接下来4月份的话会有丢人格的6周年庆活动，到时候做任务的话可以获得一张永久的角色解锁卡。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内容，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